嗱，閒魚呢個二手平台啊，真係唔好亂咁去，好容易出事啊！兩大類人啊，都係高危、定力唔夠嘅人呢，太多意想不到嘅寶物，我又出咗事啦。另一類人呢，就係太過冒險精神嘅人呢，都一樣會，不過呢，可能係另一類嘅出事。呢個令到我哋標迷又愛又恨嘅二手平台，到底係咩一回事呢？因為實在有好多標迷留言都有興趣知道，皆因呢個係一個秘境，好神秘，好多人聽過，但係又好多人未曾接觸過。今日就不如喺閒魚講一講下點樣去買標啦。嗱，試完我最近又手痕咗啦，又喺閒魚買咗一隻，所以就不如索性出一集啦，分享一下閒魚買標嘅心得。嗱，我會用分享心得呢4個字，因為自己純粹只係買過3次啫，絕對稱唔上係咩專家，自己亦都唔中意話自己係咩專家，純粹分享啫。至於大家選擇買定唔買呢，自己去衡量啦。咁呢一集呢，亦都會講下閒魚點解會咁吸引，佢到底可唔可靠呢？驗標係咪都可以有造假嘅呢？點樣去買呢？所以今集嘅內容呢，非常豐富，可以嘅話呢，先俾一個 like 啊，再睇到最尾呢條片啦。閒魚之所以咁犀利呢，當然後台強勁啦，就係阿里巴巴，即係馬生嘅 baby 啦。一開始呢，就用淘寶二手為名嘅，之後先至改名做為閒魚啦，普通話嘅諧音閒魚啦。翻查翻資料呢，其實閒魚去到2021啦、2023年嘅用戶嘅數量先至係去到超級高。慢慢咧，已經越嚟越多人用啦。加上近年嘅經濟點呢，都唔使我多講，自然就有好多二手手錶嘅放盤，受惠於我國人口嘅強大啊！我之所以俾閒魚所吸引咗呢，而唔係完全因為佢嘅價錢，而係實在有太多嘅錶款啦。你都知我玩錶玩得夠晒奇特，一啲好冷門嘅錶款呢，都好大機會俾你揾到嘅。就好似我啱啱入手嘅呢一隻 Baume & Mercier 名仕旗下嘅一個副線嘅 brand 啦 ，Baume 啦，希望冇讀錯啦。我幾肯定好多錶迷都未必知道呢一隻錶嘅存在。大概喺2018年嗰陣時推出嘅，以一個滑板作為靈感，以及有一個法國嘅 skater 啦，就呢位先生啦嘅一個合作。嗱，好明顯我都唔識得佢啦，非常之特別。錶殼呢係用一個滑板嘅木去做嘅，錶盤亦都係滑板面入邊嗰個沙子嘅嗰個感覺。個時針係一個成個嘅盤嘅，有 Boom 呢一個字啦，代表個小時42mm， 224或者 SW200 嘅機芯。個錶冠呢就放咗喺12點嘅一個位置，冇呢個鎖把嘅。不過佩戴起上嚟呢，我就覺得上面呢個粒呢就好似有少少突咗啲。不過呢隻錶呢都係玩味收藏為主噶啦，我諗我自己都好少機會會戴。錶帶都好特別，成隻錶簡直係一個奇葩。相信呢嗰個銷情肯定慘淡至極噶啦。只係小弟細個有玩過滑板，其實都係個幾好玩嘅運動嚟嘅。如果我依家有時間去做運動嘅話呢，我都好想體驗一下中佬玩滑板嘅嗰個感覺。咁當然就係安全咁去玩啦。嗱，呢一隻呢，其實一直都好心動，好想買嘅一個情意結。可惜之前呢，佢一直都係網上面購買，定價大約12,000左右。哇！呢個定價真係真心卻步啊！除非5,000-6,000蚊嘅定價啦，咁但係我覺得名仕嘅話呢，又冇可能噶喎。至於點解閒魚揾到呢隻錶呢？我諗呢個原因呢，大家一定估唔到。其實本身喺香港見到一隻二手名仕嘅 Riviera， 見到個價錢都唔錯。心諗不如八卦一下閒魚大概放緊咩價錢啦。點知就出事啦！想揾嘅嗰隻 Riviera 呢都未揾到，就竟然見到人放呢隻滑板錶出嚟。基本上都係全新嘅，未戴過，又係 full set。放出嚟嘅價錢就係人民幣4,500蚊啦。我嗰陣時都不禁咁喺度講一句：係咪癲㗎？連呢啲錶款都竟然有嘅？呢啲錶款呢，我試過喺 Chrono 24揾呢都揾唔到。我專程都試下 search 過下，真係冇。但係閒魚呢，同時仲有呢個系列嘅其他款式喎，所以有啲超冷門嘅錶款呢，都一樣俾你喺閒魚揾到。特別是係呢啲幾千蚊去到2萬蚊嘅呢啲價位呢，我幾肯定咁樣可以講呢，閒魚一定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二手手錶嘅平台多好多。嗱，呢度我再次提一提大家一聲啊，真係千祈冇乜必要呢，唔好隨便去睇閒魚，因為真係好容易揾到你想買嘅手錶嘅，好毒噶。另外都分享一下之前嘅買過2隻啦，好快咁 Hamilton 嘅呢一隻
唔少片其實都提及過。我老實講，真係喺唔同嘅地方都試過揾過，eBay 都試過揾，Amazon 啊、日本樂天、Cono24呢，非常之少。就算俾你間唔中揾到呢，可能都要萬二萬三蚊，已經係隻新錶嘅價錢。咁我覺得接受唔到。最後閒魚見到嘅，咁梗係閒魚買就算啦，當收藏咗呢一隻。再之前 Montblanc 嘅呢一隻呢，其實係第一次喺閒魚買嘅。咁呢個款呢，又喺閒魚多到呢，我自問都後悔咗。總之買呢一隻錶嘅手動上鏈嘅機芯啦，當時係有啲衝動嘅。嗱，嚟到呢個相信係最多人一定會問嘅問題，喂，究竟閒魚係咪真係可靠嘅呢？實在太過多人問，所以先至出呢一條片一次過回答。確實呢，只係一個單純嘅一個二手買賣平台，賣家呢都只係一個普通嘅 account，冇咩任何嘅認證，自然就冇咩任何嘅保障啦。真錶假錶，有問題嘅錶總會遇到嘅，只能夠講新手嘅話呢，本身買二手錶，你本身都要好小心啦，再加一個 online 嘅平台，雙重嘅危險，所以新手呢，同埋比較新手呢，我自己覺得呢都可以唔使考慮噶啦。識錶嘅呢就會好少少，例如呢，我會盡量揀一啲透底噶啦，或者相對比較冷門嘅，而自己又會 set 一個心理關口俾自己，一個就算你 total loss 都承擔得到嘅一個價錢。而佢嘅俾錢機制有啲似 Cono24嘅，即係閒魚呢個平台呢就會先收咗你嘅錢先，咁但係佢又唔係即時去咗賣家嗰度嘅，而係當買家呢收咗件貨確認咗之後呢，啲錢呢先至會去到賣家嘅手上面嘅。某程度上呢個機制呢都係對買家一方呢係比較多保障嘅，所以如果對住一啲玩嘢嘅買家呢，有時候賣家呢都有收唔到錢嘅風險㗎。另外有啲人可能一定聽過國內有一個驗錶嘅流程啦，其實概念上呢係好好嘅，雖然呢我就未試過，不過喺呢度呢個操作上呢都略知一二，純粹分享一下啦。如有補充，歡迎留言區嗰度一齊再討論一下。大概分咗南北區啦，華北區嘅呢多數就走一個，例如上海代表呢就係雲羽啦，叫做。華南區比較知名，一定係叫徐步天噶啦。當買賣雙方同意走呢個驗錶流程呢，賣方呢就將隻手錶呢就先寄咗去驗錶呢個中介，即係簡單啲講就寄去徐步天嗰度啦。咁個中介呢度呢就會開一個微信嘅 group 啦。咁啊有買賣雙方再加埋呢個驗錶嘅中介。驗錶大概就係佢會拍大量嘅照片啦，以及打開個底蓋啦，再影好多嘅相啦，全部放晒喺個 group 度。最後呢，驗錶中心呢會出一個驗錶嘅報告。如果買家確認冇問題呢，手錶就由呢個中介呢寄俾呢個買家，完成成個交易嘅。嗱，聽起上嚟呢，其實就幾唔錯嘅。加上我覺得成個過程呢個收費呢，我覺得大部分錶迷呢都會覺得合理嘅。大家有興趣呢，其實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啦，自己去 Google 一下。我覺得理論上邊呢，成件事係安全嘅。當然大前提就係你要接受呢個手錶呢將會有俾人打開啦。可能有啲完美嘅追求者呢嘅師兄呢可能會介意，咁就冇辦法啦。至於一開始都提及到有價值嘅嘢呢，就自然會有機會造假嘅。驗錶都一樣可以造假，買家都可以係一個騙子，賣家都係一個騙子，各出奇謀。總之大家一定要提高戒心，小心駛得萬年船。結論就係呢，閒魚嘅假錶多的是，但係總會有正常嘅真錶，只係需要大家做多一啲嘅功課啦。至於個購買過程呢，亦都係香港人啊、澳門人比較關注嘅一環，亦都係暫時都仲係一個痛點之一。因為名貴手錶之類呢，都受到強烈嘅監管，基本上呢係唔可以直接寄到香港同埋澳門嘅。大概係擔心俾人扣關啦，因為衍生出嚟嗰個費用呢都幾尷尬，因為都唔平嘅。咁所以呢，基本上冇買家呢係肯寄去香港、澳門嘅。因此係咁呢，我暫時一直都係有一個澳門嘅錶友啦，叫阿 James 啦，佢幫我去買嘅。呢位就係阿 James 啦。因為澳門人呢，其實就比較容易去到珠海嗰邊攞貨啦，比較近啊嘛，所以暫時喺閒魚我買過嘅呢3隻呢，都冇辦法，都係要經阿 James 去幫手，因為本身佢都係一個錶友，會更加之有優勢啦。起碼佢識得睇隻錶，一般呢，佢都會喺個快遞站嗰度呢收隻錶，即場打開驗收呢隻錶。
就算真係 touch wood，大吉利是有咩事呢？即刻喺個快遞度原路寄翻，大不了係蝕個運費啫。然後喺閒魚嗰度呢取消交易。咁啊 James 呢，其實佢冇睇佢年紀輕輕，佢自己喺閒魚呢都買過超過20-30隻錶噶啦。嗱，慶幸一直都未用過呢個唔收貨嘅呢個經驗，所以佢都暫時分享唔到取消交易嘅流程係點樣啦。咁嗰晚佢都好，都帶咗當中6隻佢喺閒魚入手嘅手錶，主要係一啲舊裝嘅錶啦。喺呢度我就唔介紹咁詳細啦。不過想提出嘅一個點就係呢，例如好似呢一啲偏舊款又冷門少少嘅，嗱，我問你啦，試問點樣可以喺香港、澳門容易揾到呢啲錶呢？唔通你真係逐間二手鋪咁去揾咩？真係大海撈針啊！呢6隻都只係冰山一角啫，但係偏偏閒魚就係有呢個魔力，你只要揾到類似嘅錶款呢，你就可以揾到好多啦，亦都令到唔少嘅錶迷呢走咗去尋寶啦。我自己短短大半年之間呢，都買咗3隻啦，你諗下。好啦，咁啊，以上就係閒魚嘅一啲購買嘅心得。嗱，完全稱唔上係咩專家，但係我諗足夠俾大部分嘅錶迷呢有一個初步嘅概念。之後就需要大家自行去做一啲功課啦。可以嘅話呢，盡量揾一啲識錶嘅朋友幫一幫手，減少碰釘嘅機會，自己又可以擴闊買錶嘅門路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揾到心儀嘅手錶。小心一睇就會睇到唔肯瞓覺噶啦，我自己都成日掛住咁樣。大家又有冇喺閒魚買過手錶呢？分享一下你嘅經歷啦，一齊討論一下。如果大家有留意呢，每個 comment 呢，我都基本上係會回覆嘅。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呢個 channel 啦。暫時我都仲係一個人嘅 channel 嚟嘅，更加需要大家支持先至可以出到更加多嘅片。下一集再同大家發掘一啲有趣嘅 angle。拜拜。